家事到底要怎么分才公平？这个问题是很多家庭争执的导火线，而且往往吵到最后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觉得很委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家事分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都已经2022年了，家务分工的议题还是很多家庭那本难念的经。相关的讨论可说是月经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提出来。有不少女性就抱怨说，只要生了小孩，老公就会跟大便密不可分，而老公呢，动不动就带着手机躲厕所，表面上说要大便，实际上根本就是逃避现实，把家事啊跟带小孩的工作全部丢给妈妈们自己面对。而男性这边呢，也有不少人觉得很委屈啊，我明明就有在做家事、带小孩，可是又被嫌做的不够干净、不够仔细，连大便都可以被公审，那到底要怎样呢？结果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又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不平衡。那为什么家务分工那么的容易变成现代家庭的导火线？要怎么样分配家务才是最合理的办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面对家中好奇好动的3到6岁小朋友，有什么游戏适合大人小孩一起玩呢？我们诚挚推荐盲狗狗游戏绘本《盲狗狗在哪里》。这是一本充满寻宝乐趣的图文书，书中设计了8个台湾在地风景以及满满的过场人物，邀请孩子从画面中找出指定物件以及绘本的主角盲狗狗。在仔细浏览的过程当中，孩子不仅能够认识台湾文化，更能够连带培养出15分钟的专注力。而除此之外呢，绘本每一页都充满了看图说故事的素材，人物们逗趣的行为以及日常感十足的细节，让亲子共读变得更有趣，连大人看了都乐在其中。目前盲狗狗在哪里与更多系列绘本呢，在官网都有多项的优惠，输入志祺77的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官网链接，与孩子们来一段乐趣满满的寻宝时光吧。根据我们的观察，对于家务分工的争执，大多都围绕在2个点上：一、家务分配的不均，还有2、对家务的标准不同。那就先让我们来看看分配不均的部分好了。有不少女性都会抱怨说，就算是这个双薪家庭，明明2个人都要出去工作，可是到了最后，女性还是负责大部分的家务，另一半呢总是不会自动自发的帮忙。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做家事真的很烦，很多人呢都懒得做，不想做。但有研究发现，这种占性别的状况可能不是单一个案。研究发现，虽然跟过去相比，台湾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大幅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节节上升，不过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根据2016年的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台湾的妇女呢负担了将近80%的家务。还有其他研究发现说，无论妻子有没有工作，丈夫做家事的时间其实都差不多。2015年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甚至显示，在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情况之下，女性每日做家事的时间比男性多出了将近1倍。所以光是从时间上面来看，目前台湾社会的家庭分工还是处在分配不均的状况，而大部分的家务呢都是女方在做。不过这里就有一个小问题哦，就算男方做家事的时间比较短，也不能够直接代表说男方做的家事就比较少，过比较爽吧。如果我们先不看做家事的工时，光从家务的内容来看，女方做的家务真的有比较辛苦吗？那中研院张静芬等人的研究就发现说，台湾家务分工的内容其实还是受到性别影响。女性从事的家务大部分都比较琐碎，频率也比较频繁，像是煮饭、洗衣、打扫、采买等等。而男性从事的家务呢，通常内容比较单一哦，甚至是偶尔有需求呢才会去做的这个家庭修缮啊，或者倒垃圾等等。另外，在育儿方面也是这样子，有研究指出，虽然现代爸爸在育儿方面的工作参与有比前一代的爸爸们多，但大部分的爸爸负责的还是相对有趣的这个陪玩工作，比较麻烦琐碎的这种喂饭啊、洗澡、教养，目前仍然是大部分妈妈的责任。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台湾家庭来说，家务分工不管是在时间还是内容上都有蛮明显的分配不公平，也因此夫妻双方很容易在家务的问题上面发生摩擦。但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听起来还算好解决哦，就所有的事情都1人1半不就好了？答案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网络上面有不少人指出说，就算是把家务全部平均分配，男女双方还是很容易因为家务起争执。而最大的问题呢，就在于双方对于家务的标准不同。像有的男性会抱怨说，自己明明就已经分担了很多的家事，但老婆却总是不满意，常常嫌弃男方碗洗得不干净，买的东西总是买错，做什么都做不好啊，做不够多，甚至呢还要被冠上一个猪队友的标签。那这样子久而久之男方再多的满腔热血也会被浇熄。而为了避免挨骂呢，也越来越
越不想要参与家务，觉得说好啊，你最行，那就都给你做就好了。那这样子的不满意呢，累积久了就很容易再次的变成吵架的定时炸弹。而之所以会这样子的问题呢，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生长的环境跟习惯不同，对于家务的品质要求当然会不一样。有的人觉得1个礼拜扫1次地就好了，有的人觉得每天扫才干净。那如果双方没有把期待沟通好，自然就会发生摩擦。不过除了个人的习惯差异之外呢，有研究就指出说，男女双方对家务的标准不同，其实也跟性别议题有关。像是有研究就提到说，男女双方对于家务这件事情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而女性倾向于把家务当成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而男性则倾向于认为家务是有空再做的休闲。一个当成是工作，一个当作是休闲，双方对于家务品质的标准当然就会非常的不一样。那从这些研究跟讨论呢，就会发现说，不管是分配不均还是标准不同，家庭分工的争吵其实都跟性别角色有很大的关系。不少研究认为男女双方对于家庭分工的问题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落差，答案很可能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有研究就指出说，社会上面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第一名就是男性应该要负担家庭生计。那在这样子的社会氛围之下，男子气概就等于跟赚钱养家画上了等号，而他的工作成就决定了他在社会的眼里呢是不是一个好男人。因此，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呢，追求工作跟职业发展远比做家务还要重要的多。工作做得好，但不会做家务，那是理所当然。那如果工作做得好又会做家务，哇，那就不得了了，应该被称赞是神队友。那如果是没有出去工作，全职在家当家庭主妇，明明呢也会很辛苦，可是反而会常常面对其他人的异样眼光。而女性遇到的状况就完全反过来。2019年台湾性别平等调查发现，最常听到的女性刻板印象当中，比较适合做家事，比较适合带小孩，高居了前2名。所以在这样子的社会压力之下，女性不管有没有工作，还是被期待要把家事给做好。而且即使呢是有全职工作的妈妈，回家做好家务，照顾好小孩，大家也会倾向于觉得是理所当然，抹灭掉呢他们应得的自我价值和成就感。而在这种性别偏见之下呢，女性就容易觉得自己家务要做的比较多，得到的掌声呢却比男性少。而不少男性认为自己多做了义务以外的帮忙，却没有得到对方认可。两相对比之下呢，就会酝酿出很多的不满情绪。等等，如果说家务分工的吵架，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性别偏见造成的，那难道同志家庭就没有家务分工的问题吗？根据几个美国还有台湾的研究，同志家庭呢在家务分工的面向，可能还真的比异性恋家庭更为平等。这些研究发现说，因为同志家庭的成员呢比较不会被社会期待去扮演特定的性别角色，所以在分配家务工作的时候，不会理所当然的分给其中一方。而在少掉了这个性别偏见之后，双方会比较愿意沟通家务的分配还有标准，一起分担煮饭、洗衣、打扫等等的工作。而其中还有研究提到说，有很多曾经有过异性恋婚姻的男同志表示，以前他们根本没有帮过妻子做家事，但进入同性婚姻之后，反而会开始分担家务。所以由此可见家务分工有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背后还会受到了性别框架跟社会氛围的影响。那当然说，这并不表示说同志家庭就一定不会因为家务分工而吵架，异性恋家庭就一定没救。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研究是针对整体社会得出的结论，个别家庭一定有不同的状况。有些家庭可能男女方都很爱做家务，根本没有这些问题，而有些家庭因为家务吵架，也可能单纯是因为懒惰、不喜欢做家事等等，跟性别不一定完全有关系。但无论是怎么样的状况如果想要让双方对于家务分配更满意，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尝试看看的。讲到公平，通常我们会直观的认为时间、工作量精准的1人1半才是公平，但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有社会学家指出，因为公不公平是主观的，很多状况是即便呢这个家务的分配不均，双方却觉得还算是公平，所以想要达成让双方满意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客观的数据，而是先沟通清楚彼此的感受。当双方都认知到家是大家的家，一起参与家务分工，可以让家庭运作得更好。那下一步呢，就可以接着讨论双方的兴
兴趣、专长跟时间安排。而这部分的具体做法，我们在家庭教育网站鸡汤来了上面看到了一些不错的建议，或许可以分享给大家参考。这里面提到，双方可以试着把时间切分成3个区块，第一个是吃饭睡觉的这种生存必要时间，而第二种是工作、接送小孩、做家务这类的受约束时间，最后则从事休闲娱乐、旅游的自由安排时间。而再来，双方可以按照做家事的频率，把家事分成是例行性家务、常务性的这个家务，还有一次性家务3类。举例来说，例行性家务就像是煮饭、洗衣、洗碗，而今天做完呢，明天又会出现的家事；而像是这种洗车啊、采买这种1-2个礼拜才做一次的，就是常务性家务。最后则是换灯泡啊、修水管等等不定期出现的一次性家务。那当然，每个家庭对于家务频率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需要讨论出一个对于家务品质还有标准的共识。再来就可以列出双方目前的分工状态，一起重新的检视跟调配。而另外，如果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分配一些简单的家务给小朋友参与，像是收拾玩具啊、整理回收等等，让小孩也一起为家庭贡献。在制作这集影片的时候，我们除了看了很多的关于家务分工的研究之外，同时也在各个网络讨论区上面爬了非常多的文。我们就发现说，虽然每个人遇到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但到家庭分工的问题吵到最后，大家都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疲惫感。这个疲惫感呢，不只是身体上面有累，心理上面也很容易觉得对方都不懂自己，沟通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所以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可以让大家有机会了解另一半以及争论背后那些难以描述的原因，透过更多的沟通跟同理，或许就有机会能够改变这种大家都不满的现象。那因为前面提到的研究是针对整体社会的状况来谈，各个家庭的状况呢可能都非常不同，所以呢，如果你没有遇到这种争执，或是有其他更特别的状况，也都很欢迎你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家的家务分工合理吗？合理，我们家每个人都做家事，连小朋友都有工作。比不合理哦，我觉得另外一半常常摆烂，大部分都是我扛。家事什么的我都眼不见为净。第一，没有分工问题，我单身我骄傲，一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家务分工的讨论。此外呢，可以这个地方看看主妇该不该领薪水，以及后悔当妈妈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